海鲲号移出干坞，虽然之前曾遭受质疑，但还是会按照原计划进行海试。所有证据都表明，英国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再次具备核打击能力。暗鹰导弹最新进展，美国陆军证实，到2025财年末，陆军将向第一支部队部署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精彩资讯马上开始。2月28日，台湾媒体报道，海鲲号移出干坞，前往91号码头进行某种测试。之前有消息称，海鲲号无法在4月进行海试，但是目前来看，谣言已经不攻自破。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从2024年7月15日开始，海鲲号就在高雄港91号码头进行泊港测试。12月20日，再从91号码头转进干坞。台船则表示，海鲲号已完成泊港的轴系校中作业，从测试码头服役至干坞，执行水线下测试、调整项目以及最终清测试验等作业。不过，仅过去2个月就传出了不好的消息。2月23日，有媒体报道海鲲号在泊港测试过程中，因电压不稳定烧掉太多零组件，可能会影响到4月的海试。这是怎么回事？在泊港测试期间，海鲲号的电力来源完全依靠岸上的供电系统，但首次并联运作，电压不稳，烧坏了次系统内部的零部件。这原本是可预期的损耗，但是因为不断有零部件被烧，有些超出预期，造成备用零部件不足，必须紧急采购，泊港测试才能继续进行。此外，海鲲号选用的400多组铅酸电池也已经通过海运抵达台湾，在完成泊港测试后，就能陆续装在潜艇内。只是因电压不稳而烧坏过多零部件，加上光电潜望镜系统因液压不稳定而不断调校，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测试时间。于是就有消息称，海鲲号无法在4月份进行海试。不过在2月26日，台湾公司表示，海鲲号仍按计划执行泊港测试，各项装备均由原厂技师到场协同测试，并随时由原厂提供必要支援，整体进度处于管控范围内，可以按照原计划在4月份进行海试，并按照约定在11月交接。2月28日，根据战区报道，所有证据都表明，英国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再次具备核打击能力。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2月，没有任何公开迹象表明拉肯西斯基地已经部署核武器。但是从过去几年收集的证据来看，拉肯西斯基地已经可以执行核打击任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唯一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就有搭载3叉戟导弹的核动力潜艇、陆基、空基核打击力量。只能说过去拥有，就比如拉肯西斯基地，在冷战期间就部署过核武器。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认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削弱，就从拉肯西斯基地撤走了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不过乌俄战争打响之后，这件事又被拉了上来。2023年8月，2支可携带核武器的美国战机中队被部署在拉肯西斯基地，有54架 F-35战机替代该基地的 F-15，并且英国卫报当月指出，美国国会批准向美国空军提供5000万美元的资金，在英国拉肯西斯基地为执行潜在安全任务的人员建造宿舍。在2024年1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五角大楼的文件报道称，时隔15年，美国计划重新在英国部署核武器。拉肯西斯基地新设施的采购合同证实，美国打算在空军基地部署威力达到原子弹3倍的核弹头。根据战区的报道，拉肯西斯基地的飞机避难所正在进行升级，包括用于储存核弹的地下 WS3 保险库。这项工作于2022年开始，到目前为止，33个避难所中大约有28个已经升级完成，另外6个处于建设中。考虑到乌俄战争期间北约与俄罗斯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俄罗斯将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罗斯，美国将核武重新部署至拉肯西斯基地也没什么稀奇的。目前驻扎在该基地的第48战斗机联队主要操作 F-35A 与 F-15E， 这2种战机都能携带最新版的 B61 12核弹。而且按照战区的说法，拉肯西斯基地或许会成为一个核武永久部署基地。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陆军和海军证实，到2025财年末，也就是2025年10月之前，陆军将向第一支部队部署远程高超音速武器。问题来了，暗鹰导弹这次能否按时服役？早在2019年启动该项目时，美国认为助推滑翔类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相对较低，而且还是陆军和海军联合研制，相信很快就会成功。于是计划2023年列装，2025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美国陆军在2021年就组建了第一支暗鹰导弹部队，操作中心、4个发射装置以及运输车都准备齐全了，就差一个导弹。不过结果大家也都知道，在研发期间，暗鹰导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2023年计划的3次试射都取消，美国陆军将其服役时间改到了2023年年底，随后又改到了2024年，最终服役时间一路推迟到2025财年。当然，毕竟是研究高超音速导弹，时间晚点也很正常。放在其他国家身上，想要研制出高超音速导弹需要10年的时间，美国推迟个2-3年，总研发时间不过5年也能理解。至于这次能否顺利服役，火力军的看法是可以。2024年7月，暗鹰导弹就已经进行了一次全射程试射。12月12日，美国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成功完成暗鹰导弹的试射，这是暗鹰导弹首次进行车弹合一试射。这就意味着导弹的研发测试已经取得全面成功，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定型量产。预计在2025年1月底，第一批量产型的暗鹰导弹就会交付，第一批8枚量产型导弹也将在11个月之内交付。就以上情况来看，在2025年10月之前，陆军的确可以向第一支部队部署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据战区网站报道，通过卫星图像显示，2月19日，一架苏-57在伊朗东南部阿巴斯港附近的第9战术战斗机基地停留了3天，直到21日才离开该基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是否已经离开伊朗返回俄罗斯。战区网站表示，俄罗斯军机曾多次使用伊朗基地作为中转站，但派出苏-57访问伊朗，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有诸多传言，有称这架苏-57是因为发动机出现问题才被迫停留在伊朗的，也有称这架苏-57是为了供伊朗技术人员参观，主动停留在伊朗的。其实，无论原因是什么，都存在着伊朗采购该型机的可能性。那么，伊朗具备采购苏-57的能力吗？目前来看，阿尔及利亚已成为了苏-57战机的第一个出口客户。在印度此前的航展上，苏-57战机与 F-35战机同台亮相，这也意味着印度也在考虑采购苏-57。至于伊朗，该国正在采购苏-35，如果此时再选择采购苏-57，其是否具备操作该战机的能力，以及在后勤维护方面是否拥有相关技术，这还是个大大的问号。但不可否认，伊朗和俄罗斯关系密切。例如，在乌俄战争期间，伊朗向俄罗斯交付了大量自杀式无人机，并在俄本土内建立了相关的生产线，以及向俄罗斯援助了弹道导弹。因此，俄罗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提供技术帮助，但这充其量只是一场交易，实则各取所需罢了。此外，对于伊朗而言，以色列先前曾多次轰炸该国基础设施，并计划在6月前精准轰炸其核设施。伊朗正在想办法提高空防战力，因此这架苏-57的伊朗之旅还具有一定的未来战略意义。援引奈文 News 报道，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首次曝光了 AIM-260A 导弹的设计概念图。该导弹项目于2017年正式启动，按照美军计划，这款导弹将取代现有的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成为未来空战的核心武器装备。根据最新展示的概念图，可以看到 AIM-260A 的一些细节。在外形上，其只有尾翼，属于光杆弹，因此体积方面相对较小，这使得现役战机能够携带更多该型导弹。此外，报道还称，为与现有战机兼容 ，AIM-260A 的弹径可能会与 AIM-120相同，即也采用178毫米的规格。同时，据雷神公司高层表示，通过全面改进 ，AIM-120D3 的射程已达190公里，因此作为其未来的继任者 ，AIM-260A 的射程可能会超过这个距离。除该导弹外，这张概念图还展示了其他导弹，例如 AIM-174B、AIM-120D 和 AIM-9X 等导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是 AIM-260A 的概念图首次曝光，但在2022年时，美国空军就曾表示 F-2战机能够使用一种没有尾翼、没有弹翼的新型空导弹，尽管其没有任何额外说明，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款导弹就是 AIM-260A。而且，据美国官方此前披露的消息 ，AIM-260A 已于2020年完成了针对 QF-16靶机的实弹测试。另外，美国前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曾于2022年表示 ，AIM-260A 计划于2023年开始生产。不过，截止目前，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海鲲号可以按照原计划进行海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关注火力军，不错过每一条热点资讯。我们下期再见。